最近相亲相得崩溃了，我看上的男生别人看不上我，看上我的呢我又不喜欢，大家总是说你降低要求就好了，可是那些矮的丑的那些男生我都下不去嘴呀，这简直跟受刑一样啊，这找对象也太难了吧，这还不如一个人过呢，一个人也挺好的呀。我今年43岁，没结过婚。年轻的时候呢，身材匀称，长相也还过得去，是家里的独生女。我想用我一个亲身的经历，给那些一辈子不想结婚的人一个忠告：如果你现在未婚，那么你一定要把这条视频看完。我今年43岁了，年轻的时候呢，有一份比较好的工作，在公司也算是个小领导，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错。在我身边有一些结了婚的人，好多都离婚了，甚至他们一提婚姻都充满了恐惧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想一个人多自由啊，不婚不育呢，就可以摆脱生活中很多的烦恼。我的家人呢，从我20多岁一直到30多岁的时候，每一次见到我或者是逢年过节都催婚。但是由于我的性格强势，刚开始还以年纪小为由，到后来他们每次催婚我都有强烈的回应，再到后来我就发展到不理他们，甚至是不想回家的地步了。后来呢，他们就没有再逼迫我了。几年前我的父母先续去世了，在有生之年他们都没有看到心爱的女儿出嫁，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归宿，他们走得很不安心。从此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慢慢的我很迷茫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这么多年我坚持不结婚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年轻的时候呢，我很独立也很要强，从不依靠任何人。记得我当初一个人来广州打拼的时候，也曾经孤独过，但那种孤独呢，只是短暂的无聊而已。而现在的孤独让我感觉很恐惧，因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只剩下我自己了。现在的我才明白，原来不成家不生孩子的底气不是因为我的独立和要强，因为有父母做后盾。年轻时候的自由洒脱，熬到了中老年就要为年轻时的无知而买单，要么自由要么孤独。毕竟脸传其美的事情只有电视剧里面才有。我不缺养老钱，毕竟我有存款，也有社保养老金，但是我最害怕的万一有个什么事。我现在听到有些年轻人说一个人多好多自在啊，想干啥就干啥，自己赚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我真的很想说你们真的太天真了。我是一个过来人，到了这个年纪无儿无女，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活着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。父母过世以后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躺在病床上，整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就连手术单上签字都是让我朋友过来帮忙的。但是呢，毕竟人家也是有家的呀。后来我请了护工，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请护工就可以解决的。我现在也不算太老，身体有一些小毛病，我自己还可以照顾我自己。但是我真的不敢想象，有一天我年纪大了，我动不了了，下不了床了，进不了医院，签不了字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更害怕的是，万一有一天我老了，得了老年痴呆怎么办？我也想过去养老院，因为我的积蓄，如果我的身体好一些的话，还能撑到75岁左右。进养老院的时候，也就是等待一个结果而已。我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一生。现在的我一个人在家里面，真的好害怕，就连说过话的人都没有。我养了一只小狗，是我唯一的寄托，可是它的年纪比我还要大，我不敢想象哪一天它也会离开我。在这里，我真心的劝绝那些不想结婚的年轻人，要么有孩子，要么有伴侣，千万不要连样都没有。千万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。我现在真的特别后悔，曾经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了，一定要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。那些被催婚的，也请你们不要像我一样跟父母吵架，也不要不回家，因为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总有一天你会特别后悔年少时的冲动，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听爸妈的话。这个呢，是我刚刚刷到一个大姐的故事，听到以后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。聊到这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评论区来聊聊吧。姐妹们，我是王姐，今天咱得好好唠唠这东莞发生的一件让人啧舌的相亲事儿。有个36岁的相亲女士带着父母去和男子相亲吃饭，好家伙，这一顿饭下来就消费了5000元。结果女士还说看不上男方，男方一听就火了，直接说让女方自己买单，转头就跑了。这事儿在咱大龄剩女相亲的圈子里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，这里面的是非曲直，咱可得好好说道说道。先给你们讲讲小轩的故事吧。小轩就是这位东莞的大龄剩女，36岁的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，收入还算不错。她长得也挺清秀，平时也注重打扮自己。可就是在感情上一直没个着落，这才走上相亲之路。
那天，小轩精心打扮了一番，还拉上了父母和相亲的男子约在了一家高档餐厅。男子名叫阿强，是个做工程的，看着也挺精神利落。双方见面后，简单寒暄了几句，就开始点菜。小轩呢，也没客气，拿着菜单就开始点那些贵的菜，什么澳洲龙虾、神户牛排、鱼翅汤等等，还点了几瓶昂贵的红酒。阿强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有点不太舒服。但想着第一次见面也不好说什么，就强忍着没吭声。小轩点完菜后，把菜单递给阿强，看似礼貌地说：“你看看，还有什么喜欢吃的，再添几个。”阿强接过菜单，扫了一眼那长长的账单，心里暗暗叫苦，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：“我都可以，女士优先，你点的应该都不错。”这时，小轩的父母也开始打量着阿强，眼神里带着审视。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，小轩的父母开始各种询问阿强的情况。你在工程队里是个什么职位啊？小轩的父亲率先发问。阿强恭敬地回答：“叔叔，我现在是个项目经理，主要负责一些项目的统筹和管理工作。”哦，项目经理啊，那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啊？小轩的母亲紧接着问道。阿强有点尴尬地笑了笑说：“收入还算稳定，一年大概50-60万吧。”50-60万在东莞来说也不算特别多。你在东莞有没有房子和车子啊？小轩的父亲继续追问。阿强回答道：“有一套房子，车子也有，都是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。”阿强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就像在接受一场面试，而且是一场毫无准备的面试。小轩呢，在旁边也没怎么说话，只是偶尔插上几句，还都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。比如阿强说到自己的工作项目时，小轩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做工程啊，是不是经常要在工地跑？那会不会很辛苦？也很晒啊，我可受不了那种环境。”阿强解释说，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做规划和协调，但小轩似乎并没有太在意。阿强为了缓解尴尬，就主动找话题和小轩聊，问他平时工作忙不忙，有什么兴趣爱好。小轩却只是淡淡的回答了几句，说自己工作还好，平时喜欢购物旅游，去的都是一些国外的热门景点。然后又开始说起自己对未来生活的要求，什么要住大别墅，要经常出国旅游，要请保姆做家务等等。阿强听了，心里想着这姑娘要求可真高，但还是礼貌性的笑了笑说，这些都得慢慢努力才能实现。不一会儿，菜陆续上桌了，小轩和他的父母开始优雅地吃起来，阿强却有点食不知味。小轩吃了几口龙虾后评价道，这龙虾的肉质还算新鲜，不过比起我上次在悉尼吃的还是差了一点。阿强只能附和着说，可能不同地方的做法和食材来源会有些差异。在吃饭过程中，小轩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声音娇柔地说，亲爱的，我在相亲呢，先不说了哦。阿强听到这话，心里更是疑惑和不舒服，心想这还在相亲呢，怎么就有亲爱的了？小轩挂了电话后解释说，是一个男性朋友，平时关系比较好。阿强虽然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对这次相亲不抱太大希望了。吃完饭，服务员过来结账，一看账单5000元。阿强正准备掏钱，小轩却突然说，阿强，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。我理想中的另一半要更加优秀，在事业上要有更大的成就。阿强一听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自己这一顿饭下来，不仅被像审犯人一样询问，还被嫌弃了。他心里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说道，小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顿饭吃了5000元，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，还让我买单。小轩却不以为然地说，这顿饭本来就是应该男方买单的，这是相亲的规矩。阿强彻底怒了。他说，你带着父母来相亲，点这么多贵的菜，还对我各种挑剔，我凭什么要买单？你自己买单去吧。说完，阿强转身就走了。小轩和他的父母在餐厅里面面相觑，尴尬极了。小轩的父亲皱着眉头说，这小伙子怎么这样，一点风度都没有。小轩则有些生气地说，哼，不买单就不买单，我还看不上他呢。但其实他心里也知道，这次相亲自己的表现确实有些过分了。还有个叫小月的大龄剩女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小月37岁，在一家企业做管理。她去相亲的时候，也是和父母一起在一家比较高档的中餐厅。见面后，小月和男方简单聊了几句，就开始点菜。
她专挑那些招牌菜和昂贵的海鲜点，也没管男方的感受。吃饭的时候，小月的父母不停地炫耀自家的条件，说小月在公司里地位多高，收入多好，还说小月平时的生活多么精致，一般人可配不上。男方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觉得自己像是来被人贬低的。小月也在旁边附和着父母的话，还说自己对男方的身高、学历、收入都有很高的要求。男方试图解释自己虽然现在不是特别优秀，但有上进心，以后会努力给女方好的生活。可小月根本不听，还说我可不想等你慢慢奋斗，我要的是现成的幸福。小月一边吃着菜，一边还挑剔着餐厅的服务，一会儿说服务员上菜慢了，一会儿说餐具不够精致。男方在旁边看着，觉得这个女孩太娇惯了，吃完饭结账的时候账单也不低。男方拿出钱包准备付钱，小月却说，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和你继续交往呢，这顿饭钱你先付着吧，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再补偿你。男方一听觉得这太不公平了，他说，你这顿饭吃得这么心安理得，还这么傲慢，我看这相亲也没必要继续了，这钱我不会付的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然后就离开了餐厅，留下小月和她父母在那里又气又急。小月的母亲埋怨道，这都什么人啊，一点都不懂事。小月却沉默了，她开始反思自己在相亲过程中的表现。姐妹们，你们看，小轩和小月这样的情况，真的是让咱大龄剩女在相亲时的形象大打折扣啊。咱到了这个年纪，想找个好对象是没错，但不能用这种傲慢和物质的态度去对待相亲。对于咱们大龄剩女来说，带着父母去相亲本是想多一份参考和把关，但如果父母表现得过于强势，或者像在炫耀，就会让男方很反感。而且在相亲过程中只注重物质享受，点昂贵的菜，对男方提出过高的要求，而不尊重男方的感受和努力，这会让男方觉得咱们太虚荣、太自私。这样的行为不仅会让这次相亲失败，还会让咱们在相亲市场上的名声变差。以后其他的男士听到这样的事情，可能就不敢来和咱们相亲了，咱们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。而且在感情里，物质固然重要，但相互尊重、理解和真心才是更重要的。如果一开始就用金钱和物质去衡量一个人，那很难找到真正的爱情。在相亲过程中，如果要去高档餐厅吃饭，也要考虑男方的感受，可以适当的让男方点菜，或者一起商量着点一些价格适中又好吃的菜。不要一开始就点那些特别贵的菜，给男方造成经济压力。当和男方交流时，要多听男方说话，了解他的想法、梦想和努力，不要只一味地说自己的要求。要以一种平等、尊重的态度去对待男方，看看彼此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。对于男方来说，他们也应该理解大龄剩女可能因为年龄和家庭压力，在相亲时会有些紧张或者表现不当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直接发火或者争吵，给彼此一个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机会。我有个姐妹叫阿珍，她也是大龄剩女。在相亲时，她带着父母和男方见面，在餐厅里，阿珍和父母都很礼貌客气，点菜的时候也会征求男方的意见，点了一些价格实惠又有特色的菜。在交流过程中，阿珍的父母只是简单询问了男方的基本情况，并没有过多干涉。阿珍也认真地听男方讲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还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趣事和想法。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度过了相亲时光。后来他们又经过几次接触，发现彼此很合适，现在已经幸福地结婚了。姐妹们，在大龄剩女相亲的道路上，咱们要摒弃那些傲慢和物质的不良态度，用真诚、尊重和理解去对待每一次相亲，这样才能增加我们找到幸福的机会，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和美满家庭。